第14章电影戏剧受控制，日军进战，垄断电影话剧兴起，从此着迷受欧名著，搬上舞台时灰眼红，因此病倒，乡人误会，要掘祖坟，军票祸患，甚于洪水伪军滋扰，民不聊生，伪造鸦片，害人害己，物资交换，换来川途南京路、上海租界的大动脉。3座直冲云霄的尖塔，分别是新兴百货、永安百货和先施百货的大楼。日军进战垄断电影，我觉得凡是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嗜好，否则闲起来会令人陷入颓丧的境地。我不会一起，又不会打牌，既然要戒除酗酒，只能以看电影来消遣。抗战开始之后，中美航运断绝，西片的来源完全没有了。存在上海的影片只有少数几部，一部是艾斯托威尼斯演的《出水芙蓉》，一部是泰伦宝华演的《碧血黄沙》，还有一部是真罗素主演的。看来看去，就这几部片子我都看腻了。抗战期间，国产电影方面牺牲的最早、毁灭的最惨的是明星影片公司，公司和器材完全被榨光。联华公司和天翼公司无形停顿，这是因为电影软片亦称为菲林，存货缺少，价格飞涨，而且拍成的电影只有上海一个市场，因此整个电影事业已现停顿状态。底片也被日方收买一空，所以国产的新片这时就一部都看不到了。日本人最初只是组织公司，专拍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纪录片，伪满洲国运来的作品，如《哈尔滨歌女》《东游记》《大东亚战争特报》等，大家都不去看。就在这个时节，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先是不出面，由张善坤创办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，将未曾离沪的电影明星一网打尽，集中到他的公司。那时所有明星分甲、乙、丙、丁4级，薪金虽有高下，但是均比从前为低。由韩兰根拿了合约，分别拜访个明星个职工，要他们签约。一时签约的人几乎有70%。因为张善坤向来与明星关系还好，过去虽只拍过一部《弘扬豪侠传》，但是很卖座，所以各明星见张善坤出面要他们签约，个个都乐意效劳。况且川喜多并不出面，大家也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文化统战。张善坤足智多谋，思想敏捷，拍了多部影片，有《博爱》《芳华虚度》《牡丹花下》《梅娘曲》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《凌波仙子》等，共50多部。后来川喜多渐渐出面，每部影片之前必定先映一部时事新闻片，放映的全是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场面。记得还有过一段纪录片，是由10大明星登上出云舰献花，这样一来就暴露了日本人借电影来做宣传工具的险恶用心。813之前，我在闸北办过一座中国医学院，占地5亩，是租地造屋，内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专供学员体育活动之用。这座医学院建筑费用很大，由我和丁仲英老师出面印成公债票，向上海10大名医推销。但是医学院地处中日战争中心点八字桥附近的东宝通路，在战争激烈时，我想这个医学院一定是变成一片焦土了。万万料不到，在炮火连天之中，中国医学院竟是安然无恙。原来那时中华电影公司就设在中国医学院中，而且在广场中搭盖了一个极大的摄影棚，张善坤的大部分影片都是在这个摄影棚中拍成的。
在张善坤制作的许多影片中，我难以忘怀的就是《万世流芳》和《木兰从军》。这两部片子中各有一支歌曲，一支是《卖糖歌》，由李香兰所唱；一支是《月亮在哪里》，由陈云长和梅溪所唱。1942年4月，张善坤同新华、艺华、国华和金星等12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，简称中联。张善坤的确可以算是电影界的杰出人才，但是他的影片拍得并不快，不能经常供应戏院，所以他又想出办法，在静安寺路仙乐舞厅附近盖了一个张园游乐场。当时大家的生活都很苦闷，所以到这家游乐场玩的人天天拥挤不堪，但是时日一久，大家又玩厌了。张善坤又向地产大王周湘云家属租得他家在海阁路的花园，定名丁香花园，举行西湖博览会，园中用搭布景的办法搭成杭州西湖实景，一切由名布景师方佩林设计，居然有灵隐寺、昭庆寺、苏堤、白堤、武松墓、苏小墓、湖心亭等，船娘都是年轻女性，游客都去游湖，一时轰动全上海，每天有几万张门票可卖。待西湖博览会结束后，这个花园就改为中华电影公司的摄影棚。我在这个时候就以看电影及游览作为消遣，去高长兴饮酒也从此断绝了。